大家好，我是伊娜伊娜，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疗愈空间。大家最近过得还好吗？来，我们一开始要祝福大家身心安适，一切安好，心想事成，美梦成真，以及世界变好，人人有责，还有中华民国万岁，耶！以及呢，我们希望每一个灵魂都学习到他应该学习到的一切，还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一切。这是一种祝福啦，我觉得都很棒哈。好。那今天呢，我打算来做这个，你有什么样的特质是你不知道，但是这个宇宙或者老天爷或者你的守护团队觉得很棒的这个特质我们都想让大家来听到一下，知道一下，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会知道自己是金子或者是自己是钻石。比方说，我常常就会做到一些个占，然后这个个占的个性是非常非常的没有自信的，然后或者是觉得自己很弱啊，自己是小鸡啊什么之类的。可是我们的牌算出来，都得到的讯息都是他非常的棒，而且我们就看出来他有很多的特质，都是很厉害、很神奇、很稀有、很独特的哈。然后我们就感觉到他的守护团队都非常非常的认真，这样在跟我们说想要让他知道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帮大家来看一看，就是有什么样的特质，就供你参考啦，好不好？因为大家常常会问我说，哎呀，我真的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不了解自己呀，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的特质在哪里呀，可以怎么样发挥呀。那我们今天就从不一样的角度，或者是提供你这样子的一个也许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好好的去观察一下自己。因为我发现大家都不会观察自己，我觉得观察自己其实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你就会发现到我们所谓的人的习气或者是人的习性，这件事情真的是存在的。然后其实如果当你发现自己的一些习气或习性的时候，你有心去改变的时候，其实你的人生就会整个不一样，就会差很多那我们在讲习气跟习性，其实有点像是业，也就是说我们会依据我们惯性的思考、惯性的言语、惯性的这个行为，而导致的这个差不多的这个结果。所以如果你的人生想要改变的话，很简单，你就是改变掉你过去的一贯以来的这些反应其实就好了。那个改变速度非常非常的快，所以为什么他们都很鼓励大家有一些改变当然就是趋于越来越好嘛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好，那今天的主题是这样，不过呢，在此我还是想要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前言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前言的部分呢，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就是好像有什么灵性，真的是不是有网红什么参加灵性课程这件事情，我其实没有知道太详细的过程，我只有看到很多其他的 YouTuber 稍微有提到，可是我也没有看很久啊，就是大概是这个1分钟以内这样。那我都想跟大家说你要怎么样去判定那个是不是好的能量？很简单，第一个就是说你会觉得很温暖，然后你会觉得很开心，你的心轮其实是可以震动，也就是说我们的灵魂其实是会共振的。那如果你会觉得很闭塞，或者是觉得怕怕的，或者是觉得怪怪的或者是一种恐惧感或威胁感，或者是那种被压住的感觉，基本上那都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些能量场啦还有就是说，如果有人硬要逼你叫他为老师或上司，或者是很厉害的一种尊称的话，然后逼迫你一定要跟着他去做一些他觉得的事情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那个 red flag， 就是它也是一个警惕的一个部分因为其实在灵性的世界里面，在灵魂的世界里面，所有的灵魂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们没有比较高比较低。那他们其实是看个人的修为，也就是说灵性的成熟度，可是也不会因为灵性的成熟度很高的人就会瞧不起灵性的成熟度很低的人，他们并不会这样子但是灵性的成熟度比较低的人，他们确实会很尊敬灵性成熟度很高的灵魂这个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从来就没有教过我自己老师，可是你知道人是一种很自然的生物，就是如果这个人他会让你觉得肃然起敬，他会让你尊敬，他会让你有种我觉得他真的很棒，他真的教的东西很好，或者是他说的东西很有道理，或者是你会不自觉的就会跟尊敬他的时候，别人自然就会叫你老师。所以其实我还是有很多的那个个占，或者是我知道观众朋友他们就还是不会叫我伊娜伊娜，他们就还是会叫我伊娜伊娜，或者是加上老师这样。我就觉得其实这某种程度也是算是我的某种程度的观察啦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还有就是说，对，我们回到刚刚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如果这个人逼迫你一定要叫他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尊称的话呢，其实你可以想一下好，然后再来第3点是说，
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主体性，就是每一个灵魂都是一样的，在灵性的世界里面确实是一样的。那只有我们所谓的这种灵性程度非常高啊，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神佛，那样子的一个程度，他们也不会逼迫你叫他这个一定要叫我佛，或者是一定要叫我老师嘛，他们并不会这样逼迫你一定要这样叫他，而是说我们就会这个灵魂就会自然而然的升起尊敬心，想要尊敬这个灵魂，对不对？所以我们才会叫他老师。所以你遇到那种很喜欢用高压，或者是有一些阶级感的时候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警惕警告你也可能要想一下，为什么这个人硬要逼迫你去听他的这个东西。所以我常常在跟大家说，随便啊，你要听就听，不听就不听，没有关系，反正我们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一个自由的选择。那你就把我的这个东西就当做你去超市，对不对？看一看，试吃一下，哎，你觉得合，那就真就吃嘛；那觉得不合，那就不要买嘛。就是这世界本来就是一个自由意志的世界，所以那学习或者是这个我们所谓的人生的这个探索，本来也就是建立在自由意志之下。所以如果有人他会让你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是你一定要听我的，或者是你一定要怎么样，不然你就不尊敬我，不然你就会怎么样的话，我觉得还是思考一下好不好？这个很重要真的因为真正的很高。就我们所谓的修行到非常高的这种灵魂，他们是非常的平易近人，而且很温和的然后而且是非常谦虚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参考的点，好不好？我都希望大家还是在灵性的路上，当然就是很棒讲到这也是55，那你说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通灵人？为什么这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族群，或者是这样子的人好像充斥其中？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通灵能力，你知道吗？你也有我也有，大家都有，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的，只是说这个程度或多或少，可能10%可能20%，可能100%或500%它只是那个程度上的差异，所以我们才在说为什么一定要相信你的直觉，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一直在通灵，我们的灵魂其实都一直在跟外界的所有的人事物有一定的一个我们所谓的反应。所以其实你可以相信你自己。那你说，那现在什么九子离火运这件事情，我觉得九子离火运的应该的它的意思有点像是说，它的整个能量场会有点扩大这个我们所谓的通灵的这个效果好了或者是会让这样子的人更明显的展现出来，或者是它会导致我们也更容易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以前的人可能比较可能形而上学比较物质就是我们所谓的唯物主义。那现在的人就是开放性比较大嘛，所以大家也觉得这是有可能的，这怎么样的我觉得你就不要有太多的，大家都不要有太多的一个先入为主的感觉，或者是什么想法，一定有或一定没有。那我们就保持 open mind。就是我们就看，这可能是有，这可能没有。那如果你不相信，那你就退后，你就把门关起来，这样就可以了那只是说我们刚刚前面有跟你提到的那3个很重要的点，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参考，都不希望大家被骗。还有呢，你的灵魂也很重要，你自己的主体性也非常的重要，每一个灵魂都是一样的那我们通常回到灵性的世界，他们其实不太会看头衔，或者是他们其实不太会看我们所谓的这个我们所谓的 title 啦就我刚刚讲的头衔或者是身份，他们想要知道的是说你这个灵魂，你当时的这个身份，你面对到了你可能有这个机会，你可以骗别人很多钱，但是你有没有去骗？还是你选择了揭发这个事情？还是你选择了保护别人？他们其实是看你的这个反应，他们并不是看说这个人赚了很多钱，所以这个灵魂很厉害。No， 他们不是看这个东西，他们也不是说这个人当到总统，这个人就很厉害。No， 他们也不是看这个东西，他们其实是看这个行为。当下的起心动念，以及这个行为之后，他有可能扩及到的我们所谓的对谁造成伤害，对多少人造成伤害，以及对多少人造成这个我们所谓的有益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他们看的是这个东西。所以就是为什么人家在讲嘛，一切如浮云嘛，就是这个意思真的其实有点像是这个感觉。所以人间其实比较像是说把你丢到一个游戏场里面，他们想要看看，其实是你自己的灵魂想要看看啦，你自己的高我很想要看我这个灵魂，我现在我进到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场，我面对到这些人事物，我是什么样的反应？我会选择同流合污吗？还是我会选择出淤泥而不染？还是我会选择跟他抗衡？还是我会选择什么？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你的灵魂想要挑战你自己的一个反应，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会觉得那可能真的是命运的安排，或者什么呢，就是哔叭的这些东西。但其实老实说啦，说白一点是什么？你的灵魂想要知道你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跟行为，就这样。
所以，我们都想知道大家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跟行为。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还是说到底的时候呢，我们都还是希望大家还是这个我们所谓的保持善心善行，这当然是最好的。因为一善解千灾，这件事情不是没有道理的哈。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你是讲这老套的东西？因为什么？因为磁场啊，因为能量场不一样，因为频率不一样，大家怎么可爱？就说，我现在我可以不要做这个善事，对不对？可是你也可以选择做这个善事，这就是自由意志法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而且也很珍贵的部分哈。那你今天选择的好，那我不要去骗这个人，或者是好，那我选择了我可能是诈骗集团，可是我想要投案哈，可是我想要扳回我自己的这样子错误的行为，好，那你去做了一个什么东西？那也许你不知道的事情是说，也许你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所谓的回头是岸的这个行为，也许你让一些人少的一些财产的损失，或者是你就让他们没自杀了，或者是你就减少了一些我们所谓的可能本来会造成的一些比较严重的结果，那这个东西其实某种程度上也算是某种程度的善心善行啦哈。那所以其实呢，我觉得还是一件好事啦。以长远的这个角度跟长远的这个漫长的历史来看，其实当然还是一件好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的去这个想到自己尽可能的还是保持善良，还是很好的。那记得，我每次讲到善良这件事情，我都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善良要有界限，慈悲要有智慧哈，这件事情还是非常的重要，好不好哈？都希望这一次的这个前言对大家有所帮助。反正就最近的新闻让我很有感觉，那我也希望这一次小小的，刚刚前面跟大家说的小小的那3个判别的点，可以让大家做一个参考。然后每一个灵魂都是平等的，那我们就互相尊重，然后互相对待哈，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哈。讲到这里是111，好，那我们还是跳回来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选牌的环节哈，就是说我们今天想要让大家知道的是说，你有什么你自己不知道，但是他们觉得很棒的这个个人的特质哈。来，第一张牌是这个，很可爱，3个爱心的马卡龙。然后呢，第2张牌是这个，这很可爱，它上面还有一个 Where is the love 还有一个问号，很可爱。来，大家有看到吗？这张牌很少出现，还有这个游轮哦。我有一阵子好想去搭游轮，后来我觉得我可能要3思一下，因为我超级容易晕船的。就是我很容易晕车，所以我就觉得，我可能还是要稍微想一下。好，没有关系，就是顺便by the way跟大家聊一下。好，那我们下好离手，那你可以排顺序，没有关系哈。我个人是很喜欢排顺序的，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一张牌不足以让我特别有感觉。有些时候我就会特别是一张牌，有些时候如果我连3张牌都很有感觉，我就会先选择，我可能先听2，再听1，再听3，我自己会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再去过滤那个讯息，假如这是1212，我再去过滤那个讯息，就想说，我真的觉得这个有切合，这个有什么的哈，对我而言是一种这个资讯的摄取啦，我觉得还是不错啦哈。那我就供大家来参考一下。好，然后大家下好离手，我相信大家应该差不多都选好了哈，因为其实很多时候靠直觉比较快，因为靠直觉是最准的，不要有太多的这种大脑进去想说，这个轮船啊，我很喜欢这个轮船啊，这个爱心啊，是3个爱心代表什么啊？不要这样，就凭你的第一直觉，好不好？第一个有感觉的。然后如果3个都很有感觉，就我刚刚讲的依感觉多寡来去分这个顺序哈。好，那我们就下好离手，等一下来帮大家解牌，待会见，拜拜。Hello， 第一组大家好，这是你抽的牌，好可爱哦，3个爱心的马卡龙我们刚刚今天抽到这个牌的时候，不太有爱情上的感觉，我觉得比较偏向的是一种友情或者是人际关系的这种欢乐感哈。那也确实是他们就说呢，你们这一组的人呢也讲得明白来，他就说你有什么样的特质，万人迷。来，从别人的关爱中找到对自己的爱和喜欢，还有什么社交层面？我觉得你是一个社牛，就是你在对于很多人的时候，或者是你在群体当中，我觉得有点像 E 人的感觉，就是我们所谓的16型人格，很像 E 人，就是比较外向，然后很喜欢交朋友，然后很喜欢跟很多人聊天，然后很喜欢接触很多人。可是你会觉得接触很多人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而且你自己其实也蛮喜欢跟大家来接触的啦哈。还有呢？再说什么？你有这种就是长辈缘，我觉得你这长辈缘其实蛮重的那这张牌在讲仆人来心甘情愿为他人提供服务。这个仆人的意思不是在说真的我们所谓的 service 那种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它有点像是在说你的个性比较像是我们所谓的服务型人格那服务型人格呢是什么？是他们很喜欢这类型的人很喜欢。很喜欢让别人开心，很喜欢帮别人做一些事情，因为为别人付出或者是贡献，他会有一种内在的一种自我满足感
那你们的这一型应该说你们这一组人会有一点点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感觉到你的人缘非常的好哦，很可爱哦，来，一直都很欢乐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你的社交的群体应该是还蛮大的。那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群体，可能是国小同学的、高中同学的、大学的，或者是同事的，或者是你可以把他们变成同一团人哈。我觉得这是你很特别的一个特质啊，好好运用一下，这个非常适合当业务哦。来，还有什么？我们来看。还有什么贫穷小孩努力向上积极争取的动力，还有什么呢？你看你有这种看起来小小的，可是呢你把你自己当成是一种超人的感觉哈。再来呢是在说什么勇敢的一个感觉，以及呢又是一个勇敢，所以他是独自去登山的感觉。还有什么？可是你的内在有一种很奇妙的一种和谐感。来，我先讲你这几张，你这几张呢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积极向上的人，就是一种好，即便你家世不好，或者是即便你们可能家境没有到那么的富有好了哈，可是你还是会想尽办法的让自己去达到你心目中的这个目标。比方说你可能想要学紫微斗数好了哈，那因为上课很贵嘛，那你就很认真，你也许你去二手书店找那个书，或者是就看网络上那个 YouTube 各式各样的这样子的一个老师的说法，好，然后自己去研究，自己去怎么样，自己去自学。我觉得你会用一个比较是 CP 值很高的一个方式，让自己去追求，或者是让自己去学习。像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对于品牌有一定的爱好，可是他又不是在追求真正的我们所谓当季的那种品牌，他真的是喜欢这个牌子，可是他并不是在追求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所谓的时尚流行哈。那可是他们这样子的人就会跑去一些二手店，对不对？二手衣店、二手什么店，然后去看一看，那个牌子，他可能在1990年代、1992年出了一款衣服，然后非常的特别，然后他就会觉得他很像挖到宝哈，会有类似。可是你看他买的价格是不是就不会像他那个这么的贵？而且他也不是真的是在追求我们所谓的流行，而是说他是真心爱这个牌子，所以他觉得这个牌子所有的一切都很棒。那只是说他要去找到适合他的这个款式哈。我觉得你会比较像是这种很有个性的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一些结果，或者是成为这样的自己哈。而且我觉得你很棒的是什么？你虽然可能也许旁人看起来可能家境不是说非常的好，可是你一直很相信你自己会成为一个很棒的一个人。比方说我知道我会成为一个企业家，我知道我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即便我们家不是那么的有钱哈，即便怎么样，我就认识一个创业家，我觉得他很酷。他们家境其实是非常的，那时候我觉得某种程度上算是清寒吧。然后他就说他那时候想要出国念书，可是他没有任何的奖学金。后来他就想尽办法去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去赚钱，然后呢，所以他就去参加一些，他就说他就上网找资料，然后就发现有一些国外的比赛，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好像有一些国家什么类似交流协会那样子的奖学金，反正他就是想尽办法去尝试各种的管道，然后去让自己真的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资金出国念书。所以你会有点像这种感觉，就是说你知道你自己可以做到，你知道你会变成一个很棒的人，所以你从来就不会放弃你自己，而且你会很努力的去追求你觉得应得的一切，或者是你觉得你要怎么说呢？我想一下哦，或者是说你觉得那就是你的啦。我有点难去解释这种感觉，就是说会比较偏向于说，我知道我就会成为一个很棒的人，所以我会想尽办法让我自己朝向那个方向去走。就是你不是太容易就会放弃自己的人，我觉得非常棒哈，把自己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不会因为外界的这个我们所谓的环境，或者是外界的人怎么样看你而去贬低自己，或者是而去觉得我自己做不到。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你的个性非常的棒，我真的很喜欢。然后是一种非常勇敢的感觉，所以即便这个事情别人看起来都不太可能的时候，你就觉得没有关系啊，那我还是试看看啊哈。就是你想要，我们不能说成功，而是说你想要达到这个目标的心非常的强烈，导致于你不觉得这些难题是难题哈。我觉得会有这种感觉，然后觉得说，即便我一个人我也没有关系，即便很辛苦我也没有关系，即便这个路很长我都没有关系，反正你的目标，你是一个目标性非常明确的人，所以你会一直朝着你的目标往前走。那我觉得其实毅力真的很重要，持续跟毅力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重要。你看哦，其实很多时候
很多人都会做一样的事情，可是你要看他们到最后到底坚持了多久，坚持到哪里。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昙花一现，就没了，对不对？很多那种什么流行，或者是很多时候这样子的网红，就没了。可是你看那种真的成功的人，他们真的其实是做了有一段时间的，他持续精进，他一直学习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他就把他的东西更深化。我觉得你就是这种人，你会有一种我立定了志向。好，我觉得这个事情有市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做，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有益什么众生或者是什么的，你就会凭着自己的一股很奇妙的一种坚毅吧，我觉得某种程度是坚毅跟目标感，然后就会往这条路去走。即便你身为你周边没有任何的支持哈，即便你周围是你必须得去自己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痛苦，但是你都会还是会想尽办法去达到那个目标，我觉得非常棒。然后呢，他说你的内在有一种很奇妙的一种祥和我觉得很奇妙，我只能用祥和来表示哈，就是你们这组人给我的感觉是一种很像是什么老灵魂，就是即便你现在17岁哈，即便你现在非常非常年轻，即便你的社会经验其实不是很充足，可是你的内在都有一种我们所谓的一种沉稳感，然后还有一种沉静感，就是说泰山崩于前而不改于色会有这种感觉。那你的这种沉静感跟沉稳感，我觉得会有点像是会变成我们所谓的孩子王，或者是你会变成那个群体的一种领导的人物。然后这也是222，所以大家就会不自觉的跟着你，不自觉的归附于你，会有一点点这种感觉，教主啦这个佛陀本人已经出现了，教主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的棒，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也许你真的会老人缘比较好，我们跟着不是老人缘，对不起，长辈缘比较好，因为你们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年龄上的一个差距感，因为我们说了，你是一个很成熟的人，所以其实老人家不是说老人家，对不起 I'm sorry， 壮世代那年纪比较大的人在跟你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听得懂，我知道他在讲什么，你还可以回答他们就觉得说哇好不一样我们没有料到这个18岁的小朋友会跟我们讲这东西诸如此类的，好不好？所以我个人是非常喜欢你的这种沉稳感，这是你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沉稳感有没有很重要？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并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这个特质确实是需要很多的人生经验的累积而得到的一种稳定性，我觉得比较像是一种稳定性，我们所谓的有点像是定海神针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即便周围很混乱，即便这个情势看起来很不太好或者是可能真的发生一些事情比较紧急，可是你都会有一种没有关系，来我们运筹帷幄，很这样子但是谁？诸葛亮，然后他就看起来很淡定嘛会有种这种淡定感，然后就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你会有一种可以稳定军心的感觉，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请你好好运用你的这个特质那再来呢，他在说什么？可是我觉得也有很有趣的是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它是一种反派，就是说有一部分的人确实是这个东西很强大，有一部分的人是他不强大他这个部分是缺乏的，你看不稳定不持续，所以他们要你去达到一种平和。比方说你是一个很冲动的人这是分到第二种的类型的人。比方说你很冲动你很容易就是然后激起这种情绪上，或者是你可能回话很快，或者是你反应很快，或者是你回答很快那就会导致也许有些时候是一个比较会造成不好的结果。我非常可以理解这种感觉，因为我以前就是一个比较急性子的人。那以前我的同事都会跟我说他说伊娜我们先稳下来一下，你不要着急。他说你不要着急我们等一下这样子。那明明那件事情就很急，讲到这里是因为我以前在学校上课嘛，我以前在学校上班，所以呢教授会催，然后学生也会催，你知道学生催不到，他就会去逼他教授来催我们或者是这个教授就去找他老板或者找他谁就是透过我们的老板来逼我们，然后反正我们就会常常处于这种比较高压且紧张的一个状况下，然后我就会很紧张，我就觉得说那我这样没有回好会不会不好，或者是我们没有及时的回复会不会不好，然后我们的秘书就说你冷静一点他就说稳下来，他说那叫什么事缓则圆。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他很厉害，他为什么有办法都真的是这个泰山崩于前而不改于色，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真不愧是可以当秘书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好，那后来我慢慢可以理解到他为什么会这样子，不过那也是需要人间的经验的一个累积那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的话呢跟你说你可以找一些方法让你的心稳定下来。因为我在前几个月我看到了一个影片，我觉得他讲得非常有道理。他就说着急跟慌张其实就是业力的一种
显现，就是这个事情一旦发生，我们会很紧张，我们会想要赶快有一个反应。他就说，反而这样子都会造成一些不好的结果。然后这也是555，然后就说，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是比较沉稳的？即便他沉稳了，即便他没有被这个时间的这个压迫性去追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答案，这个事情也就是莫名其妙的就解决了哈。然后我后来才意识到啊，那我那时候的业也太重了。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的话呢，我觉得就还是可以尽可能的透过任何的一个方式，去让自己的心性学习稳定下来。比方说什么肯定语，对不对？比方说打坐，比方说呼吸法，比方说正念哈。那我朋友昨天才跟我介绍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好像是哪一个国家的？他说好像是德国还是哪里的吧，叫做正念谋杀。他说那个坏人他们在做坏事，可是他就用正念去表述那件事情，我就觉得很有趣。这样好啦，就某种程度上，我不是叫你去做坏事啊，而是说用一些正念让自己稳定心性，这样子哈，这个还是有差的。我跟你说，非常非常有差，因为你会突然间看清很多的状况，你会突然间想到，我为什么我这5分钟前没有想到这个解决办法哈，好不好？这个是一个提醒啦哈，算是某种程度的。对于第一个类型的人来说是一个称赞啊，对于第二个类型的人来说是一个提醒。好，那他就依照自己的一个方式去那个收取自己需要的这个结果。好，然后再来呢，他说你身上有一种自然很有钱的一个特质，我觉得好有趣哦，这叫什么？我们刚刚突然间有一个很奇妙的感觉，金钱的磁铁，讲金钱磁铁有点奇怪，丰盛的磁铁哈，比较像这种感觉，就是你的身上会有一种我们所谓的贵气，或者是你的身上会有一种不自觉的丰盛的能量。什么叫不自觉的丰盛的能量？比方说你去一个店里，本来这个店没有人，你一进去，哇，突然间很多客人哦，然后或者是你买了股票，哪一只股票就大涨，或者是人家不看好的东西，然后你进去了之后，反正那东西就变很好哈。那比方说你的业绩就增加，人就增加哈，这个买的人、申请的人就增加哈。这个是天生自带的一种我们所谓的一种丰盛。那我觉得你是有的哈，即便你不去追这个东西，你身上都是还是有一种很丰沛的一种丰盛感，请你好好的运用它，好不好？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种能量场，或者是某种程度的福报啦哈。我觉得非常的好，然后再来是在说什么？对，它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意思，我觉得很棒，你们也可以考虑一下，能主动创造事物的价值，感觉身心上的满足。这个是在说呢，我们说了，我们刚刚在讲说，你是一个对于自己的目标很有自己想法的人，所以基本上呢，别人觉得好的东西，你不一定会觉得好哦。就是说，别人觉得有价值的东西，你也不一定会觉得有价值。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跟不要什么的人。我觉得这种人非常棒哈，这种人是非常容易成功的这个类型啊。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东西的潜能，你会看到这个东西的可能性，这个就是你很棒的地方。所以我们才在说，你会有一种很像是，即便你身上没有那么明显的，那叫什么？丰盛的一个能量，或者是丰盛的磁场的话，但是你还是会有一种很像是化废为宝的感觉啊，那个叫什么？化废为宝，然后呢，点石成金哈，就是明明看起来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可是你可以看到它的价值。比方说，我记得有一阵子，这一次我大概是今年年头的时候看到的一个新闻，他们就说最近这1-2年。在东南亚开始掀起一股这个风日潮哈，就是大家都很喜欢日本的东西。然后他们东南亚就是好像他那时候在访问泰国他们就有一些人就跑去了日本，然后就大肆的收购，以这种货柜形式的这种大量的收购他们当地的一些二手物，或者是不要的一些，他们可能觉得是垃圾的东西啦，可能去一些回收厂去收一些货，或者是可能去那种二手店收一些货，然后回到泰国去卖，而且它是我忘记是以一个仓库的形式还是拍卖的形式在进行的。结果他们的收益非常非常非常好，好到一种很惊人的程度，这样，然后就带动了这个泰国当地的一些对于日本的东西的喜爱可能日本商品啊、日本衣服啊、日本的什么东西的喜爱这样子，然后就导致了很多人就跑去日本玩这样。我就觉得很有趣，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然后我就觉得你就是这种人，你知道吗？你可以从
我们所谓的你可以看到蓝海的人，就是说你可以在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东西的这个状况下，没有什么可能性的状况下，你可以看到我们所谓的生意的商机哈，就是你知道这东西有潜力，你知道这东西可以做起来，你知道这东西可以蓬勃发展，你知道它的后续是一个非常长远的一个可能性的一个发展。我觉得这是你很强大的一个特质，请你好好把握哈，这样子的一个特质会让你致富哈，非常的好。好。然后呢，我们刚刚有读到一个小小的能量，这能量这3张牌我觉得可以是一起的，它有点像是一团的一个能量一起出现的哈。就是说我们有感觉到似乎是你身边是有人离开，这个人比较像是过世的人或者是毛小孩，或者是跟你感情很好的生物啦哈，就是要怎么说，反正有人的，有亲人的，有朋友的，然后有毛小孩的，然后他们就是到另外一个世界哈，到这个天堂去的一个感觉。所以现在对于你现在的你而言，你可能会觉得很难过，或者是你会觉得啊，我们怎么办哈，就会有种好像走不开，或者是离不开那样子的一个很悲伤的一个情绪在。那其实他们想要跟你说的是说，其实你不用这么的担心，或者是这么的低潮，因为即便他们离开了。即便对你而言，你们觉得你们离得很远哦，但是他们都其实还是有在偷偷的观察你哈，也就是说，他们还是知道人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只是说他跟你讲话，你不一定听得到。然后还有就是，你可能会觉得你离他很遥远，但是我觉得这个整个能量场其实不是一个那么悲戚的一个能量场，比较像是在说，你不要再难过了哈。那个我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过得很好，你不用为我担心。那如果你之前有一些比较遗憾的事情，或者是你会觉得很后悔的事情，或者是什么的事情，请你不要再怪你自己。我觉得会有一种好像一直在安抚你的一个感觉。还有就是在说，他们其实也是蛮担心你，或者是有在关心你这个事情。那我觉得有一个能量，我觉得很不错。他们想要跟你说，有一些并不是说每一个啦，就是说有一些到另外一个世界的这个存有这个灵魂哈，他就说，他要去新的人生了，他要去投胎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特别的有点担心你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他的人生，他的灵魂要走到下一个阶段了，那他希望你过得好，他不希望你就是还卡在他的上一个阶段哈，请你希望你可以祝福他啦，某种程度上有点像是这个样子。而且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有点带着一点欢喜的一个心，在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要去新的人生了哈。我们在灵魂的世界都是连结的，你不要觉得我们就这样分开哈，我们也许以后还是会遇到。我觉得是一种比较新的一个能量，这个新的能量是在说新生，确实是一种新生的能量。它可能真的变成一只新的狮子，它可能真的变成一个新的人，它可能真的变成一个新的千金小姐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一种，好像他很期待他的新人生，那他也很希望把这个消息跟你说哈。我觉得会是一种蛮开心的一个感觉。那也希望你们好好的祝福他，好不好？我们灵魂都会相见的，大家不要觉得很悲戚啦哈，真的哦，这个灵魂的世界其实是一直连接在一起的。然后所以呢，你们也许以后还是会相聚，只是说现在这一刻对于我们物质的我们而言，我们会觉得哎呀，好像真的离得很远，好像真的再也不会见到哈，不会，好不好？然后请你好好祝福人家有一个新的人生。那再来是我觉得是在讲说你周围的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对你很好的人哈，那有一部分是爱情上的部分，也就是说可能是你的另一半对你的支持非常的深，或者是这个爱非常的深，还有就是说你的爸妈的这个部分。那如果啦，大家这个交了另外一半之后，就会有点稍微忘记爸妈哈，所以如果很久没有跟爸妈讲电话，很久没有回家，很久没有返乡的话，都还是多多打个电话哈，每天打个视讯。现在我们科技很进步，我们不是像古代好不好？万里传书，每次这个一离开家门就不知道几个月才会回来，或者几年才会回来了。我们就好好的利用这个科技哈，好好的跟爸妈沟通一下哈。那如果你们有吵架的，有怎么样的，还是去做一个处理啦。我觉得这个爸妈的爱其实是很重的，这个恋人的这个爱也是很重的哈。你们是被好好的爱着，我觉得非常的棒，好不好？这是在讲你们的特质，讲到这里是1444，来，我们来帮你抽小伙伴。来，小伙伴，我们目前有1050个，因为我的上礼拜就默默丢了3个新的进去，哈，来，请大家帮助我们帮第一组大家抽他的小伙伴，谢谢。来哦，一把抓，1、2、3，1、2、3，哦，超大把，来。
好，来第一组的大家，我来看一下哦。来，好，我们的小伙伴呢，来一开始抽到这个蜡烛队长，蜡烛队长就是我们所谓的光之工作者啦，哈，就是说他的这个灵魂啊，不管他去到哪里，不管他在哪里，不管他几岁，他就会想尽办法的散播欢乐、散播爱啊，反正就散播光、散播爱，去照亮这个世界啦，哈。那这个是你的特质，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哈。我们都当然还是希望你可以照亮自己，好，照亮这个世界，让别人也发现他是一个很棒的人，然后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些好的转变，哈，这个是你的灵魂很重要的目的，所以你才会千里迢迢从另外一个星球，很认真，好，来到这个地球上做这件事情。那这是在讲，也很可爱哈，长颈鹿，可是它是一个不倒翁，你非常酷哈。长颈鹿我们都是在讲 unique 啊 uniqueness 的那个特质，就是说你的独特性、你的古怪。可是你的独特性跟你的古怪呢，你是不趋于人的哦。就是说我本来就知道我很特别，那我就继续保持我的特别，就这样哦。你不会因为每一个人、其他人或者是我们所谓的众人的说法，或是这世界对于你的观感，然后就说哎呀刺青不好啊，那觉得说那我就不要刺青，就是不要，那你就会不去刺青，你不是这种人，你就会想说，我觉得还刺青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啊，哈，那我就刺我喜欢的这个话嘛，对不对？我们所谓的 words 哦 ，sentence 就是会让你有一些比较上进，或者是比较激励你，或者是哪一句话对你很有感觉，那也算是某种程度的跟以前的传统的刺青有点不太一样的一个意义。但是呢，你会有一点像是，我觉得那要怎么样说啊？老酒新装吗？是这么说吗？有点难去表达这个感觉，就是说你会把一些别人一般认为的刻板的印象的东西，可是你对于这个东西会有一个新的活用，或者是新的认知，然后你真的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新的认知哈，我觉得会有一点这种感觉啦，我非常的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感觉。还有呢，你有可能是长得比较高大的人哈，来这种凶凶感哈，长得比较高大，或者是皮肤比较黑，或者是比较敦厚、忠厚的感觉，然后呢，也非常有自己的一个个性跟界限哈，非常的好。你是天生就很有界限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然后呢，很喜欢毛小孩，或者是你身边真的有毛小孩哈，以及呢，他说你是俊男美女，你得到一个俊男美女牌，很有趣哦。然后还有什么跟地点有关系哈？来，新加坡。然后这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开瓶器嘛？开瓶器的感觉，这个东西哈，这个小伙伴他是我以前不是我以前算是我一个朋友，他以前是我的粉丝，这样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瑜伽老师，然后再做一些身心灵的这个工作，我觉得也是非常棒。他人生也是有一个很巨大的一个转变。然后有时候我们见面的时候，他送我的，他还记得我的第一次自助旅行是去哪里哈。这几年我笑笑来好。那这个开瓶器是在说什么？我觉得你会有一种能力是在说，即便遇到困境，你还是会想尽办法把它解开，或者是你还是会想尽办法突破它。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贫穷小孩的个性有一点点雷同。你看，努力向上、积极争取的动力，也就是说，现在大家觉得是一个死局，现在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僵局，或者是这个东西没有机会的时候，但是在你的眼里，或者是以你的方式，你是有办法做一个突破的。我非常非常喜欢这种感觉，这就是你知道，那个人的成功的特质哈。我们所谓的成功，并不是代表着是世俗价值的这种成功，而是说，比较像是一种对于灵魂的一种突破，这个突破自己的一个限制，突破这个世界给你的这个限制，比较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在啦哈。好，然后再讲什么静生活，你很棒。你是一个很认真在生活着的人哈，就是你是很认真的在过好每一天活着的每一天的人。然后呢，来这个牛奶是在说，第一个你可能很喜欢喝牛奶，第二个意思可能是在说，请你注意一下那个营养的部分，好不好？营养均衡的部分哈。然后这个吃不胖，不知道是你的本身的体质还是你的愿望啦。然后很喜欢这种港式饮茶，或者是饮茶，或者是蒸笼，或者什么鼎泰丰之类的，以及呢很喜欢喝咖啡。然后呢，很喜欢喝饮料哈，各式各样的饮料，液体类就是了。那这是在讲白开水狗狗哦。那天我的一个粉丝朋友很认真的跟我说，他就说：“你知道吗？宜兰，你知道吗？这个茶叶犬要回来了哈。”我们就很兴奋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茶叶犬很有趣，它每一只狗都是不一样的这个茶。然后这个茶啦，
它是当时是他们那个扭蛋的隐藏版哈，讲到这只222，反正呢，我就觉得它是那个白开水，也就是说这个狗狗呢，它这个不落窠臼哦，没有要被别人这个定义的意思哦，它自己来定义它自己。我现在要当红茶，我现在要当乌龙茶，我现在要当花茶，我自己来决定。所以你是自己决定你自己的人生的人。那虽然说你现在是一个小小的弱鸡哈，这个可能还是有点菜哈，刚进社会，或者是可能这个基础才刚打好，或者是还在打基础。那但是你的未来会变成皮卡丘，好不好？这是皮卡丘的前身哦。还有什么？这是在讲那个死神，这个我觉得比较像是我们刚刚在讲一个另外一个世界的那个存有的部分。那我觉得它不是一个不好的牌，它只是有点像是在代表着是说，似乎是过往的某个人，或者是过往的某一个灵魂啦，哈，他们也是存在，然后想要跟我们表达一些事情的一个感觉。那死神的话，也算是某种程度的新生哈，那就看你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自己。希望你这一次听完我们的这个大众占卜之后，或者是这一次的占卜之后，能对自己有一个新的想法，然后也好好的正视自己的这个独特性，以及这些优点跟特质，看怎么样自己可以去做到这个你想要的未来，好不好？讲到这里333，来。数字牌6天6周6个6月，或者是跟6号或者尾数是6有关。那这边在讲什么？亲情、友情、爱情，好，包含你自己。来，名字有个 C， 还有呢，名字有个 Z， 然后呢，名字有个 B， 然后呢，你确实是很，我觉得，因为风潮在讲什么群体生活嘛，所以我觉得你的群体生活确实是蛮丰富哈，且滋养的，而且真的是有很多朋友、亲朋好友、大家族，反正这种。家人、家族、朋友、同事哈，就是感觉都跟大家就相处得很好啦。我觉得你自己也很 enjoy 这件事情，你是一个很依人的一个感觉。然后这个在讲一个女性的长辈，我们刚刚也确实有读到一个像是女性长辈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能量。那我们刚刚主要是在泛指的是说你是有长辈缘的。好，那有可能好，那我们现在看，反正她就是一个女性的长辈，然后她有可能是你的主管，她有可能是你姐，她有可能是你妈或你阿姨或你姑姑或谁或某个女老师哈。但是我觉得她对你的支持或者是她对你的帮助其实是非常大，即便她看起来很凶，看起来恰恰这样子凶凶的。好，那我们来看你的爱情非常的好。你会遇到这种很忠诚的人，那这因为你本人就是一个很忠诚的人，所以基本上啦，你的身边也是蛮忠诚的人哈，大家都是这个交心的这样子，比较不是以利益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友情上面哈，然后不管你的友情爱情，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忠诚的，你或对方都是哈，来有非常好的爱情，还钻石般的爱情，还有什么这个。爱神直接来帮你射箭的爱情，好，我们来看哈，丘比特直接来帮你射箭，大家有什么样的生肖？属老鼠的，属老鼠的1号，属老鼠的2号，这个属老鼠的比较胖，比较圆哈，这个肉圆圆的。以及呢，我们来看，属老鼠的，然后会有一种很像是机器人的个性哈，就是他有他自己的 SOP， 他有他自己的一套行为模式啦。以及呢，属牛的，那可能年纪比较小，或者是年纪比你小，或者是比较幼稚，或者是属狗的跟属马的，那这个通常他们会一起出现。他们可能会是一对情侣、一对 couple、一对姐妹、一对兄弟，或者是一对母子母女哦，反正他们两个就常常会一起出现。还有什么属猴子的？这个猴子哦非常酷哦，屹立不摇，你跟他个性很像哦，所以你们俩才会变好朋友。这两个可能一开始认识的时候是这个不打不相识的，两个看起来很不爽，因为两个人都很不退缩，就后来变好朋友，因为只有你们的坚持，只有对方懂哈啊。还有什么咏春拳？这是在说你有可能是有在学气功或者是武术的人呐、这是什么太极啊那一类的。好，我们来看哈，来，我们来看到是什么意思？他们就说你之后会收到这个消息哈，这个消息呢，我觉得是什么？是好的消息。来，这个小邮差拿了礼物，偷偷跟你说，拿了这个包裹，偷偷给你打了一个 pass， 对。是一个赞哈，还不错，还不错。然后呢，有感觉到这个是上天要给你的礼物，以及呢，他就说你会怎么样感觉到呢？他就说你大概收到那个礼物的那一刻哈，你的人生之后就开始发生很多好事情，所以会有个什么 lucky star， 就是说你会有一个小小的好事情开始发生。好啦，它不一定小小，但它就是一件好事情会开始发生。当它发生之后，它就会有很多，就开始你的人生中就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好事情。我们从这张牌已经看到了哈。他从小到大，这个星星是在代表着星星是幸运跟成就嘛，所以呢是幸运跟成就，从小到大一个一个开始哦，
非常棒，好不好？还有什么？对，他们再次强调了，对，你就是一个钱多多的人。不管你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管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命中注定就是会有很多很丰盛的这个物质跟资产啊，看起来是这样。而且呢，我觉得你也不是在追求这个物质跟资产，你比较像是追求自己心灵的一个安定跟平静。因为我觉得我帮助人可以让我有很强大的平静感，所以我去帮助人，然后不小心赚了钱。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对大家有益，所以我去做了，然后不小心你知道赚到了钱，你都会有一种那种，因为你想要让你的心灵安静，因为你想要去帮助别人，我觉得你的起心动念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起心动念，然后就不小心产生了一些比较巨大的一些财富啦，我觉得非常棒，好不好？你看善有善报嘛，对不对？然后还是要注意一下哈，这边有一个有洞的葫芦哈，基本上我们葫芦都是代表着是福报的意思，虽然这个洞也不小，所以代表着什么？你的生活方式可能中间有一些行为会导致了你的一些我们所谓的浪费，福报的浪费，就是消耗福报。比方说对爸妈讲话很凶哈，或者是不孝。或者是这个很爱开着水洗澡，或者是刷牙或什么的啊，或者是就是会有一些比较它确实是真真切切会导致福报消耗的一些事情。比方说你的口头禅可能是三字经哈，你只是口头禅而已，或者是你只是发语词而已，可是因为旁边人就很他好可怕，不要惹他什么之类的，就是一定是有一些言行啦，他会默默的在消耗你的福报啦哈。这个请大家好好的自省一下哈，反省一下，福报很难累积，每一次的福报，每一点一滴的福报都请大家好好的珍惜它。然后还有什么？苹果，然后都祝福你平安健康，好不好？我觉得非常棒哈。那今天就帮大家第一组的解牌到这边，我觉得他们讲的东西有可能是你已经知道，有可能是你不知道，可是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去好好的认识自己，因为当我们很好的认识自己之后，我们才会发现原来我们有很多的可能性，跟也许会成为很不一样的自己。好，来，然后中华没关系。好，那希望这一次的这个讯息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您喜欢我的话，欢迎大家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呢，我有做个占哈，你也可以来找我做个占，就是知道自己的个人特质啊，或者是这个事业上的一个什么天赋，或者是事业上的一个天职。然后还有我有开 podcast， 就是 Healing Space Ina。人生课题的小小破解法哈，那边有一些我的奇思妙想，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然后想要找我做个占的话，我们在这个影片的说明栏有提到，就大家自己来让我报名好吗？那我们都祝福大家哈，然后就希望这一次的讯息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Hello， 第二组的大家好，这是你的牌哈，来 Where is Love？ 你们这一组牌呢，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重叠点。跟第一组有点像，就是他们一直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能量，是在讲说你过往的人或者是你过世的人哈。那他是因为看起来是因为生病或者是意外过世的吧？我觉得你自己套路好不好？就是比较像是你的好朋友或者是你的家人，那他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哈，稍微有一点点这样子的能量有出现在里面。好。那有没有想要表达什么？没有太明显的一个感觉啦哈。然后第一组的他有稍微提到有想要讲什么，那你们可以去看看第一组好不好？那我们只知道是在说你因为某一个人的离开或者是离去，可能你这个创伤还没有好，或者是这个记忆力太深啊，就是说针对这个事件记忆力太深，可能这个悲伤还是一个很浓厚的一个状态，然后或者是你会有一点好像是舍不得跟这个人离开的一个感觉。好，那这个人有没有要说什么？我觉得不是那么的明显啊哈。好，那再来呢？再有提到他就说你有一个这个遗忘的过去，那这遗忘过去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讲刚刚的那个事件，而是还是在讲说一切其他新的部分，只是说有读到有一些好像过去的一些我们不能说是黑历史，而是说你人生经历到的一些东西，它似乎去影响了你未来的，就是说从那一刻开始，或是从那时候它转变了你啦，我觉得比较偏向于是这种转变了你，那它会有点像是把你从比较物质性的人变成一种比较趋向于是追求精神层面的人。比方说你可能以前会觉得我一定要赚很多钱，我一定要得到名声，我一定要得到大家的敬爱，我一定要得到什么的，会是一种比较偏向于这世间的物质性的一个表现，或者是物质性的一个结果。但是因为那个事件的发生，
而导致了你会比较偏向于我们所谓的这种灵性，可能就是一种度过了灵魂暗夜，比较偏向于是灵性的这个自我的成长。你会觉得钱多不一定有用，你会觉得啊，这个大家得到这个好名声，人家也不是真的尊敬你。那我现在想要得到真的是我们所谓的自己对于自己的一个人品的一个磨练，对于人品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砥砺。那我真的想要成为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人格很好的人，就是你不再会为一些比较这人世间的一些看得见的这些东西，或者是看得见的这些框架，或者是看得见的这些所有的一切而被限制住。因为你现在追求的我觉得非常的神奇耶，你出了4张在讲你特质的牌你看全部都是紫色的，而且你还出现的是2张牌，还有一个在讲什么人生探索神圣之路嘛，就是我们所谓的灵性觉醒的一个状态，灵性之路的一个状态，还有什么看灵性层面悉达多。悉达多就是释迦牟尼佛嘛，悉达多乔达摩嘛，他那时候是一位王子嘛，对不对？那他是因为他就说，反正就是有一个传说，就是说他出去了他们这个城的这4个门，看到了生老病死他就觉得天啊，人生有这么多的苦，那他现在到底在干嘛？他要怎么样可以脱离这个苦？所以他后来才趋向于是这种我们所谓的走灵修的，走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层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你跟他的过程其实有点像，也就是说，其实你以前在你的人生当中，我觉得也确实是比较偏向于这种享乐者来光明面，能够享受生命中美好的事物，并将此转为正能量。然后你看生活也是过得很好，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出国就出国，想干嘛就干嘛，然后每天都过得很欢乐这样子。那因为某一个事情的发生，你就跟你真的我觉得很妙它有点像是在讲说，你似乎是经历过跟这个佛陀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世啦就说曾经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对，我终于懂了权势跟优越可能是当时的你，可能你们的家境，或者是你的身份，或者是你的工作，导致了你确实是在一个我们所谓的可能在人群中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或者是真的在财务上这个资产上真的跟大家比差很多真的是我们所谓的金字塔顶端的人，或者是什么，反正至少就是生活过得很优越，很不错。不用担心这个我们所谓的没有钱，或者是不用担心吃不到饭，或者是什么什么的就是一种很轻松的就可以活好的一个状态。好，那这是在讲说，可能是在讲前面的这个你啦，我觉得你应该是有度过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出了一个空白的牌，我觉得非常酷，就是有一种像是一种蜕变的一个感觉，就是你中间会有一段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蛮空白的一个状态。什么叫蛮空白的一个状态？就是很像是毛毛虫变成蛹，再变成蝴蝶，这个空白的感觉就很像那个蛹的一个状态有点像是这种感觉。那你在这个空白的状态当中，你自己其实是有可能会回到本来的你，就我们刚刚在讲这个享乐者的一个感觉，或者是你会变成另外一个新的你。那你度过了那样子的一个状态之后，我们看起来已经看到这个结果了，你是比较偏向于已经走向了这个灵魂之路灵性之路，灵性觉醒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会发现到人世间的一切都如浮云，就是这一切不是那么的真实，这一切不是那么的好像值得你去追求，或者是你拥有这些又怎样，你也没有比较快乐就是你是有经历过这些的，所以你才会发现到，即便我很有钱，我也不快乐；即便我这个身家万贯，我也不快乐；即便我名声很高，我也不快乐；即便大家很尊敬我，我也不快乐。那快乐究竟是什么？那我到底在追求什么？这个快乐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会有一种已经进入到一种形而上学的这种追求了这是非常非常的酷的。然后呢，我先看一下，我先跟你讲一下其他小小的一个能量他在说呢，你的人生中是有经历过我们所谓的。你辨认出了某些人的感觉，也就是说有一些人你以为以前跟他是好朋友，就你发现不是就是你以为他是你的这个好伴侣，或者是你以为他是你的这个好手下，或者是你以为他是你的好 partner， 结果他可能跟你在公司的运作上，他可能偷偷吃了你的钱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也就是说我觉得你是有经历过某种程度的人性的背叛，或者是某种程度的人际关系的一个背叛的一个感觉，所以这个东西它会养成了你的对于看人的一种专长或者是特质，因为你以前不会看，所以你就遭受了这个损失那到后来你会看的啦我觉得比较像是一种会有一种
其实你很会看人，只是你的表面上现在的你可能看起来似乎不是一个那么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在的一个部分哈。他说好，那这是你很重要的一个特质，这个特质是终身受用的。那另外再讲一个顺从，这个顺从我其实不太懂为什么会跑出一个顺从的牌，但是有可能是过去的你都很顺从，或者是现在的你很顺从，因为他顺从有一个接受感，是在说你会发现到人生的第一个我们在讲顺从跟接受，这样再讲一个特质啊，比较容易顺从的人，比较容易温温的这种人，然后大家东西来了，事情发生了都没有关系啊，就是会有一种看淡的感觉，好，或者是你就接受他的感觉。那另外一种的这个顺从跟接受，我觉得比较像是一种我们所谓的臣服，就是你意识到了人世间所有的一切的发生，似乎真的好像有什么意义，似乎真的好像有什么道理。你可能很难的去表述，或者是你可能很难的去有一个说明，但是你渐渐的发现到，原来我经历过这一些，原来我曾经是一个公子哥，我可能是一个小千金，我可能是一个小公主，那可能我们经历了家道中落，或者是我经历了可能我经商失败，我重新爬起来的过程，他让我看见了人事物应该是怎么样，他让我看见了原来钱有很多事情是买不到的，他让我怎么样哈，你会有一种你终于好像有点贯穿了这一切的一个发生，原来这一切的发生都是有意义的，原来命运的安排它真的有它的道理，那只是你在跟别人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别人不一定可以理解你哈，会有点这种感觉，所以你会终于了解我们所谓的臣服是什么意思 ，acceptance 臣服是什么意思 ，flow 是什么意思这个随顺人生之流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像是你在经历过这个蛹之后变成蝴蝶了之后产生的这个你的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或者是体会，或者是体悟啦。好，那后来的你呢，会变成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比较偏向于灵性的一个人哈。他就说什么来吹牛者，遵照自己的梦想，不因别人质疑而放弃想要前往的方向。还有什么小偷，在各种情境下都能看到自己身上无可取代的特质。这个东西呢，他在讲这个因为他说不会因为别人的这个质疑而放弃自己要去的方向。这可能是以前的你可能就会比较听我们所谓乖宝宝，可能听爸爸的话，听妈妈的话。我爸说要把我训练成这个企业2代，我要好好的接班什么之类的。好，那你就学，那你就接受，那你就怎么样的你会有一种好像是被别人安排的感觉。可是经历过那个事情之后，你会觉得说不要，我过去的顺从好像也没有给我比较好的结果，我过去听别人讲好像也没有比较好你会开始比较坚定于自己想要去追求的目标，或者是理想，或者是某个信念你会有种好像你自己重新活过来，或者是我们真的在讲觉醒的感觉，突然间醒来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而且你会去看到自己身上无可取代的特质，就是说以前的你不一定可以意识到你自己是一个知道自己身上这么多的特质的人。也许我是一个很可以看穿表象的人，也许我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也许我是一个可以跟大家当好朋友的人，也许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就是说以前的你好像似乎对于自己的一个认识是一个比较表层比较浅层的这个部分不是一个很看透自己的一个感觉，但是经历过这一段的空白期之后，你出来了我们会有一种感觉是你出来了，你好像重新重塑了一个新的你的一个感觉。以前你觉得可能是一个小白兔，但其实你在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空白期，在这个蛹的当中呢，你会发现其实我不是小白兔啊，我可以当一只狮子啊，我为什么不当一只狮子呢？我可以当一只老鹰，我为什么不当一只老鹰？你会有一种好像是去反驳，或者是去有点像是觉得说我以前为什么对我自己不是那么的了解慢慢的发现到自己的有许多的一个可能性，然后慢慢的发现到自己也许有更想要成为的自己，而去慢慢的往这个方向去往前走，或者是会比之前更积极更勇敢更坚定的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自己的这样子一个路去往前走。好，那这边有提到闲聊者你这3张牌很可爱，给我们的感觉是干嘛？人缘超好的这个四海皆兄弟。闲聊者能够体会不被自己接受的人事物的立场，培养对世界的信任感。还有什么来？就是这种交朋友感觉，四海之内皆兄弟。然后你看一堆朋友，一堆聚会我觉得
这个感觉会让我觉得你很喜欢聊天。我们刚刚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刚刚还有一张吹牛者，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在抽这个单纯的这个人格卡的时候，我们想说这个人是很喜欢聊天嘛，就有一种很爱叽叽喳喳，然后很喜欢跟人家聊天，跟任何的人都可以聊起来的感觉。这其实是一种很强大的特质，你知道吗？这种特质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有的这是非常需要强大的丰厚的知识以及强大的同理心同感才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你看，你跟军人也可以聊，你跟卖菜的阿姨也可以聊你跟这个清洁阿姨也可以聊，就你跟所有的人都可以聊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什么包容感。因为任何的人在你的眼里他们都有很棒的特质，他们都有可以聊的地方，他们都有怎么样的所以其实这是你很适合去我们所谓的多跟别人的一些接触的人际关系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业啦。如果你真的要走这个行业，可是我觉得就算你不走这个行业呢，你还是可以跟大家聊起来。所以像我就常有这种现象，反正我就刚好在跟谁讲话的时候，我朋友就会说你认识他哦，你感觉很熟。我说没有啊，我们刚才在那边聊天。然后反正我就会常常跟很多的人聊起来我自己也觉得这蛮神奇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质蛮神奇的。所以你会让我想起了这个部分的自己。然后呢，交朋友不管是你主动还是被动，我觉得你就不小心会交出很多的朋友，而且都是还不错的朋友然后还有就是说你会有种包容感，对，我觉得是一种开放感跟包容感这个是你很强大的一个特质。然后有出现了一个观世音菩萨，那你会说为什么刚刚这个悉达多你就不觉得是释迦牟尼佛，或者是在讲说可能是佛陀在保护你？因为我觉得观世音菩萨的能量是更强大的这张牌它让我们感觉到的是说，似乎是有观世音菩萨的能量在里面，不管是保护你还是保护了你之前我们刚刚在讲有一个过世的人、过往的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但它有可能是你的，反正就是你很心爱的人那我们如果你要讲说你的毛小孩，那当然也可以。不过基本上我觉得比较偏向于是一个存有一个灵魂，然后似乎是因为生病而过世的这样子的灵魂，然后他已经到另外一个世界了。所以如果你很担心这个人的话，你可以请观世音菩萨去，就是你可以跟他讲一些你的愿望或者是你担心的事情，请观世音菩萨帮忙，我觉得是可以的所以观世音菩萨的能量是很重的。然后悉达多这个能量，我觉得比较偏向于，因为又加上这个空白牌，我觉得比较偏向于是你的自我的一个转变跟蜕变的一个过程。他们有点像是在描述着是说，这个人他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曾经也是含金汤匙出生，也是这个过得很不错的，然后因为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让你看淡人生，看清人生，然后决定走向于一个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寻求对于这个精神性的这样子的一个寻求跟追求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如果你觉得是有观世音菩萨在中间守护你的话，你可以好好跟观世音菩萨感谢一下好不好？他本人出现了就在这边，就在这边。好，然后那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佛陀啦，如果你是信仰释迦牟尼佛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第一组的人也有抽到佛陀哟，很神奇。好，只是悉达多是他在成为佛陀之前嘛，那个佛陀是他成为佛陀之后嘛，就是这个开悟之后。好，那我们来帮你抽你的小伙伴。我刚刚在地上发现了这一张处女来力求完美，努力克服各种外在变数。好，如果我们硬要就是套入你们这一组状况的话来说的话，就是说你会有一种奇妙的洁癖感。第一个，我觉得你会有一种精神洁癖感，对于一些事情的时候是不能够接受。比方说，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做？这个人怎么会这样说话？是有一种强烈的一种精神洁癖。另外一种的特质是在说，你会很努力的去完成，或者是去克服一些你想要去达到的目标。看一下，对，有点像是这一张跟哪一张啊？我觉得比较偏向这一张的一个能量就是在说什么？你看，遵照自己的梦想，不因别人的质疑而放弃想要前往的方向。对，因为你就是想尽办法完成它的人所以他有可能也在讲你其中的一个特质我刚刚用拿小伙伴的时候，赫然发现这张牌在这边，我们就顺便帮你解答一下。然后我们来帮第二组的大家抽小伙伴。小伙伴呢，我们目前有1050个因为我前几天上礼拜吧，前几天我又加了3个进去，来。请大家帮助我，谢谢。对，中华民关税，耶！然后我们来看来1、2、3，我给你小把，来1、2、3，咻咻啊！
来，帮你介绍伙伴。来，你是这个外星宝宝哈，这个宇宙来的这个外星人，也就是说，你有某种程度上应该是宇宙小孩啦。宇宙小孩有很多种，那它有靛蓝、蓝光、水晶、彩虹、Walk-in， 还有一些星际种子哈，有各式各样的。那你可以去看一看，好不好？你可以去 Google 看一看，觉得自己比较偏向于哪一种哈？很多时候，一些比较特别的人，他们确实会觉得跟这个世界有点格格不入。那这很正常，因为我们确实在目前的地球上。不知道有多少啦哈，但是确实是占了一定的比例的人，确实会比较偏向于是他在以前的星球生活过，所以他这个灵魂进到这个地球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多的百般的不适应，以及百般的被认为是很奇怪的人，或者是一些比较独特性或者是古怪，这都很正常。那这就是为什么，因为源自于你的灵魂的本质，不是灵魂本质，就是说你的灵魂以前在其他的星球生活过哈，所以本来对于这个地球本来就有点像这个去国外的感觉。水土不服的感觉，然后讲这是444，来，就是说这是你哈，史迪奇是你，你看呢，你很认真，想要融入这个大麦丁的世界，然后你就想说，我不要被发现我是大麦丁，所以我在身上长出这个黑色的斑点就好，大家就不会发现我是史迪奇，辛苦你了，好不好？我们还是发现你是史迪奇，你只是长了斑点的史迪奇，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人生中绝对有一阵子是。至少人生有一段的经历是你很努力的想要融入群体当中，结果你后来发现你的努力到最后还是会被发现自己可能不是那个群体的人，那这也很正常。然后这个每个人都是会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尤其是宇宙小孩的灵魂本质的人，特别容易经历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通常，我们都还是会建议就好好做你自己就好，因为我们融入人群当中不一定会比较快乐，而且它有可能会抹杀掉我们本来美好的一些特质啊，也就是所谓的可能真的就同流合污了。那通常针对于这样子比较特别的灵魂，我们都还是会鼓励大家还是出淤泥而不染啊，还是希望可以保有你本来这些美好的这个特质，好好活在这个世界上，让别人发现到原来做人可以这么善良，原来善良不会。他可能还是会被欺负，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特质，是我必须要去坚持的，诸如此类的，你会有点像是会变成别人的一种 model 或者是模范，那就看你自己想不想要。有些人是完全不想要，有些人是觉得说我就隐藏在人群当中，我也不要让别人发现我很古怪，这样也没关系。那有些人他就会。因为经历过了想要融入却没有融入成功，后来发现他其实做他自己还比较快乐，或者是反而对这社会比较有帮助，或者是对大家比较有帮助的时候，是有益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共赢这个共赢双赢的这样子的一个局面的时候，他就会好好做他自己。那我们当然都还是可以做自己啦，做自己就是我们所谓摒除掉一些这个作奸犯科或者是这种危害什么就是公平正义或者是这个善良风俗的这个事情之外，好好做自己，其实当然还是灵魂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哈。好，那我们来看到过去有发生一些事情，来，我们就说嘛，那个遗忘的过去是不是？我看一下什么的过去啊。遗忘的过去，就是在过去当中绝对有发生让你觉得比较受伤的，而且有点似乎是一个阴影的一个状态哈，然后是一个比较辛苦的一个状态。那不知道这个东西已经出来了没？我们不知道你已经出来了没，可是我们都希望你好好的出来，因为人世间本来就会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是很多的伤痛，或者是很多的什么的。可是我们都还是希望你还是可以保有，我们经历了这些但是我经历了这些之后，我更加确定了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跟我不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是算是某种程度的push你觉醒的一个过程啦这样子想就比较 happy 一点。来，还有呢，他们说你是一个超级有爱的人，非常可爱。你看爱这么大的一个爱在这上面他说呢。你是一个很忠诚的人，然后很有个性的人，你看像小狗一样还留这个绿色的爆炸头可是呢，因为你很喜欢帮助别人，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这种你看小屁孩的那个 Spider-Man， 就是说你还是因为你的一心就是想要大家好，你一心就是想要帮助别人，所以有些时候你会面临到自己的一些牺牲，或者是自我牺牲，或者是自我退让的一个状况。你看你把你的头发出借成鸟巢给别人当节哀，天哪，这已经是有点太自我牺牲的一个状况了我都还是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在某种程度的界限下或者是状态之下，还是保全自己，或者是
我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之下，我可以好好做我自己，我也可以好好发展我的善良，我也可以好好施展我的善良，但是我不会让别人来侵略我的这个善良哈。我会希望大家还可以做到这种程度会比较好。然后呢，有点懒惰，因为你得到了这个熊猫。然后呢，还有这种地球你是去过很多国家，还是你很喜欢去出国玩，是不是？还是你很喜欢去看这世界？你让我有一种很喜欢去看这世界的感觉，不管是在网络上的这个交朋友，还是在哪里，还是真的就是你就亲自去到了这么多世界哈，我觉得非常棒。你会有一种哇，这世界好有趣，哇，这星球好有趣的感觉，我觉得是非常的开心的一个感觉。那他们也很鼓励你去看这世界啦哈，然后。还有得到一个这个警察的牌，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警察的同仁在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当中。还有呢，他说你很忙哈，非常的忙，来，这个忙到边工作边吃饭。同学你还好吗？辛苦你了，可怜的孩子。来啦，他们说你的能力很好哈，而且是那种使命必达，你知道吗？就是可以完成的非常的好，智力也是很高哈。然后但是呢，你都在做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你看脸很臭。我觉得这可能在讲以前的你。然后你看你得到了这个奖项啊，然后站在台上颁奖，就你的脸是长这样你没有任何一丝的开心孩子不要那么辛苦啦，我们都还是希望你可以去做你喜欢的事情哈，因为这比较像是你的灵魂想要去你让你去做的事情。你看这是在讲你的高我，就是说本质的你自己。然后呢，这个罗盘是在讲说你想要走的这个方向。那这张牌是在讲什么？这张牌是在讲类似第一个还有两个能量。第一个它是讲北极星，通常我们提到北极星就是在讲说你的这个人生使命，或者是你真的很想要去追求那个方向、那个目标、那个什么东西的哈。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北极星的部分。这个常常会是我们所谓的光之工作者的人生使命，比方说第一个服务众生服务群体，第二个利益众生利益群体，第三个让这世界让地球更美好会比较偏向于这种比较高远的一个目标啦。可是通常身为光之工作者都会有这种很高远的目标，就是难以去启齿的。那它还有另外一个能量在讲美梦成真的能量，所以这就是在说为什么要你往前走，因为他们希望你可以去追求去做做看 just do it。 你看他说你就去做做看然后去成为你那个世界的王，不管你是男生女生，不管你是生理男生理女，或者是心理男心理女，没有关系请你好好的去成为你那个世界的王，好吗？然后再来再说，他说你比较爱吃的部分来，你才胖，你全家都胖。不能说你胖宽肉肥当然不行来讲到这里是这个大忌，对不对？绝对不可以说你的身材的部分。还有呢，他说你很喜欢吃糖果，以及呢很喜欢吃冰淇淋。还有呢，家里可能有猫所以你们有可能是猫奴。然后以及呢，中正纪念堂，不知为何你干嘛常常在那边转车，是不是？还有什么鹿是神的使者嘛，我们刚刚有读到一个能量是谁？观世音菩萨跟佛陀嘛，但是我觉得比较大部分能量是在讲观世音菩萨了好，反正就是有神明在守护你，也许不是只有观世音菩萨，只是说我们今天的牌那就抽出了他跟这个悉达多然后就是那个佛陀的前身王子的时候的。好，然后再来还有什么？数字牌，一天、一周、一个月、1月，或者是尾数是1或跟1有关。来5天、5周、5个月、5月，或者是尾数是5或跟5有关。然后呢，还就说什么？来，丘比特我在这。如果呢你们有这个很想要爱情的话可以去找一下爱神，或者是找一下月老都可以。不过基本上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啦。好，就是说你的这个感情看起来似乎真的就是有丘比特在守护，然后呢很多的爱，好不好？还会遇到心心相印的这个对象超好的，天哪！然后我们来看有什么样的生肖，来属猪的，非常的乐天然后是以文字工作者为主，或者是他文笔很好，然后很喜欢黄色，然后常常那边脸红红有腮红这种感觉。以及呢属老鼠的，他是一个蛮大方的人，就是那种落落大方的人。然后呢，属鸡的，然后是一个很富贵的鸡这很富贵的鸡，我相信应该大家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可能财务上还不错啊，这个经济条件还不错啊，工作上也不错啊。然后呢，属兔子的很喜欢吃寿司。还有呢，我们来看来Good time 这个在讲 good time， 就是说你会有这个好的时光，好的时间。首先我们来看到，老天爷说会有礼物要出现，而且呢还不止一个礼物来像是一个圣诞树一样多，也就是说基本上超过了3个以上，像整棵圣诞树一样。还有呢，还有什么？招财进宝啦，来啦，你要有钱来，真的有钱，还说你真的有钱，超好笑的，在物质上非常给你一个肯定来，父母恩重难报经，行善行孝不能等，这是来自于他们的一个提醒。讲到这里是111等一下我看一下
父母恩重难报经，行善行孝不能等。好，然后对，这是来自于他们上面的一个提醒，那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好不好？希望让你们有一些对于自己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想法啦，哈。那如果你觉得这一组不准，那你就看一看第2组或第1组，跟着第3组或第1组，然后去做一个参考也可以，好吗？那不准就不准，请原谅我哈。好，那我们都祝福大家这一次的这个讯息对大家有所帮助。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话，或者是想要让自己再知道一些更多的话，有一个个人的一个那个考量，或者是个人的一个更详细的一个算命的话哈，这个占卜的一个过程的话，你可以找我做个人占卜，在我们的影片的说明栏，或者是你可以听一听我的其他的，看一看我其他的影片，那当然也可以。然后呢，我还有开 podcast 人生课题的小小破解法哈 ，Healing Space Ina。那也希望有一些这个奇思妙想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也欢迎大家对我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好不好？那就感谢大家啦，那就这样啦，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Hello， 第3组的大家好，这是你的牌。Hello， 感觉很想要去坐邮轮，是不是？我没有做过，但是我对于邮轮这件事情蛮好奇的。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你们这一组人哈，你们这一组的呢，我觉得有点，他有稍微提到一点点你们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啦。他就说你的人生是有经历过一些苦难的，或者是经历过一些状况哈，那这个状况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似乎是在说，有一点像是说你要去面对到一些比较有权有势的人。什么叫面对到有权有势的人？比方说你们家的，我们不能讲地位，这样有点怪。但是我会一直有一点点感觉到的是说，假设你们家庭。就是说你的爸妈，不管是爸爸的家族还是妈妈的家族里面，反正就是你在你们那个家族的里面，看起来似乎是比较弱势的那个家庭哈，可能叔叔啊、阿伯啊哈，可能就是这个发展的比较好，或者是可能移民国外，或者是可能那个工作还不错哈，家境还不错。那反正就是有类似这样子一个状况，好像似乎是跟原生家庭而导致的这样子一个情境比较有关系，所以你旁边会是有出现一些比较。会仗着一些权势，或者是会仗着觉得说，我跟你是不一样的人，或者是他会觉得他高高在上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他们会对你们有一些比较强硬的一些态度，或者是比较强制的一些做法，或者是比较讲话比较大声啊，说白一点，有点像是这个样子。那所以这个东西它会养成了你的身体上会有一个个性，是在说你会觉得你很孤单寂寞，觉得了。那你们明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可是你会觉得好像有点被养成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而且你会有点被养成怎么样逆来顺受。这个我们说好听一点是逆来顺受，那说难听一点是其实逆来顺受算是好听还是难听，我也不是很确定。反正呢，就是比较逆来顺受的人，还有抗压性非常强，就是你们可能会经历到很多不是很公平的一个对待，或者是很不礼貌的对待，不尊重你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对待的一个方式哈。那这个对待你们的那一方，他就会觉得他有这个权利哈，可以这样对待你们。可能是你们的邻居或者是什么的，我觉得会有一种比较明显的一种差距感，然后这样子比较高的那边的那一方，他会觉得他们似乎可以这样合理的对待你们，但其实我们以旁人的角度来看，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对待，而且非常的不礼貌就是非常的不尊重别人，然后那样子的一个状况下，可能会有一点可能会有点小小的一个惯性的反应是什么？好，那我就听他的。好，那我就遵随他的。好，那我就怎么样哈？你可能是，但是我觉得这东西比较像是一种，好，我们讲话比较小声，那我们就听他的，或者是我也不想跟他吵，或者是那我们就和平度过哈。因为跟他吵，可能这个事情会更麻烦，或者是你们可能就变成罪人或者什么之类的，所以你会有一种好吧，那我就听他的好了，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哈，因为这边带着一点点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然后会产生了一些是比较像是一种权衡利弊的一个个性他们比较像是一种在讲说养成你的这个个性的一个过程啦，我觉得比较偏向于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好，那可能是不管这个东西有或没有反正我们只知道你的特质是什么非常的抗压性很重你真的可以承重那种我们所谓的承重性很高
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这个经济压力上的，还是什么的，你会有种吃苦当吃补。我觉得你不是故意吃苦当吃补，而是你不小心被养成，因为在成长过程当中，你就会变成这样，而且你很习以为常。那其他人，如果你在跟其他人讲你的人生故事的时候，人家就会想说：天哪，你也太坚强了吧！天哪，你怎么可以撑过？天哪，你什么的哈？那你其实会觉得还好，你就觉得我没有什么觉得很难的事情啊，我觉得OK 啊，那就这样过啊哈，那我也是这样活过来了哈。我觉得对于这件事情，承受压力这件事情，似乎对你而言好像也不是一个那么的不好的事情，而且你似乎没有意识到，你其实是承重已经超过很多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重量，或者是超过那样子的一个界限或程度了。然后还有一个个性是来说，还有一个特质是来说，你会权衡利弊哈。这个权衡利弊呢，你会是一个比较多面性的一个均衡的考量，然后这里是333，一口气考量很多事情，然后一口气去考虑很多事情，把所有的因素加进来，这样这种好吗？这样加上这样什么东西好吗？还是这样不行哈？还是这样会比较重？还是我这样会不太好？那这个结果可能会有问题哈。所以你会有种很深思熟虑的一个特质在哈，所以就会导致了你怎么样？导致了你会有一种很沉稳的一个感觉，所以你会让我们有种你年纪轻轻，可是你经历了很多事情的感觉哈，就是非常非常沉稳性很足够，所以你会比大家还要老成，就是说你会比你同年龄的人看起来还要老成，看起来还要成熟。那似乎如果认识你的人，或者是真的听过你的，我觉得即便没有认识你，可能看你的一些反应，或者是看你的一些讲话的方式，大概就会知道。就是可以感受得出来啦，你绝对是经历过一些东西的人。好，那所以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这种沉稳感跟沉定感哈。这个东西我觉得比较偏向于是一种成熟度了，就是自我状态的一个成熟度，就是你不会因为事情的发生而感到很慌张，或者是你不会因为怎么样而怎么样，你会有点很像是小大人。不管你今天几岁，我觉得你即便是一个你很年轻的状态的时候，人家会觉得你很像小大人。那你在也许你已经长大了哈，你已经变成公司啊，那或者是家族的中间分子，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你会被视为是一个很可靠的一个人，或者我们所谓的定海神针，就是可能当整个部门很慌张的时候，然后大家都会问你说该怎么办，然后你就说你还可以分析，你还可以很冷静的分析给他们，然后就跟大家说，大家不要紧张，我们就怎么做就比较好哈，可以怎么做这样子，所以你会变成很像是稳定军心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你天生会有一种很奇妙的一种沉稳感，我觉得这是很舒服的感觉啦，就是会给别人一种强大的安全感的感觉哈。好，那他们还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他们说你是以目标为导向，基本上啦，只要呢你锁定了目标之后，你就会想尽办法去完成它。基本上我觉得会比较偏向于是这种心无旁骛的感觉。你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做成，你就会想尽办法把它做成，或者是你现在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任何的事情似乎没有办法去干扰你，或即便遇到一些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你都还是会使命必达哈。你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感非常非常的重，我觉得这个目标感是好的目标感，而不是说选错的方向还硬要冲。应该是说，因为我们说了，你会有一种很前面有一种很长的一种思虑的一个过程，所以基本上你一旦选定了之后，基本上这目标不会太错哈。为什么？来，还提到了一个，你有这种老鹰的鹰眼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你可以从很高的角度，我一口气我看全局，我一口气去俯视全局，然后加入这样子的一个思索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我决定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是非常的明确的，然后是非常的笃定的。那我也知道我经历过我的深思熟虑，我经历过我这个全局的考量，我经历过这样子的权衡利弊之后，我这个目标我觉得是可以行得通的，你就会想尽办法把它完成它，基本上你也算是会完成它的人哈。这是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有感觉到你的某一个内在的一个部分，可是这个东西可能不是那么的明显，会有一种第一个灵性很高的一个感觉，这个在讲你的灵性的部分，在这边牌也有提到。另外一个部分是在说，我觉得你会有一种自由感，你的内在其实是很趋向于是可以争取一个自由的感觉。那这个自由比较像是一种心灵上、精神上的一个自由，也就是说。你希望，我只是举一个例子，你希望你可以有这个权利去决定自己所有的一切，而不是说被别人去决定。因为我们说了，你在过去的可能成长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种比较是被别人去决定的一个感觉哈，就是一种被比较高的一个东西、高的人哈去决定了你们家应该怎么走，你们家应该怎么做这个决定，你们家应该怎么样的，你应该怎么样做哈，会有一种好像不得不哈，我明明就不想这样做，可是因为当时的一个状况，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所以你其实内在还是会有一个比较趋于是你希望可以去追求让自己的人生，让自己长大的这个自己，讲到这里是333。好，不管是你有没有长大，就是说你会让你自己也许脱离了前面的那样子的一个比较缩限，或者是比较压迫，或者是比较限制的一个状态的挣脱出来之后，你会尽可能的让自己是一个比较自在的一个状态，就是你终于不用因为怎么样而去做这个选择哈。这样要怎么说？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你们家小时候可能这个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哈，那你买鞋子的预算可能只有500块，那你就只能够从那个500块去找出你能够买的款式，可是你喜欢的鞋可能是2000块、3000块的，可是因为你已经认定了，或者是你已经这个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条件的限制，就是说好吧，那我只能够买500块，所以我就只买500块以下的这个东西哈。那可是长大后的你呢，即便你只有500块，或者是第一个状况是，即便你只有500块，你还是会想尽办法买超过500块的东西，不管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可能是多赚钱哈，可能是这个等打折，可能是买二手的哈，就是你会想尽办法把这500块用到一个极致，或者是超过它。那另外一个状态是在说啊，对，我刚刚有讲，就是多赚那个钱，就是说赚超过500块的那样子的一个限制，你会去超越那个限制，去得到你觉得你更舒适的一个状态。比方说我们说了，你很喜欢那个2000块的某一款鞋，那你就会想尽办法，你就想说好，那没有关系，那我这双鞋我再继续穿。我就存到我真的有那个2000块的那个预算，或者是我就等到那个打折的时候，那我就可以买到我想要的那个目标。那你以前会因为这个条件而去做这个条件的事情，可是因为你知道一直这是有点像是一种你的欲望没有被满足，然后可是长大后的你，或者是未来就是我们所谓的慢慢有自主性的这个你会去趋向于我要以完成这个目标为主哈。因为那个我们刚刚看到的目标这张牌非常的明显，就是在讲这个事情，那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啦。那它这个东西，我觉得比较是一个正向的解释，它不像是一种说我会伤害到别人哈，因为我只有500块，所以我去抢了别人，我去威胁了别人，我多得到了这个1500块，所以我去买这个鞋。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用不好的一个方式去追求这个自由或者是这个目标，它是以你所能做到的。然后我觉得是以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方式去取得，或者是去达到你的目标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还有一个解释法在说灵性，因为海豚会跟灵性有关系，因为海豚是灵性非常高的一个生物啦。那通常在我们的牌卡的世界里面，通常我们看到海豚就代表这个人的灵魂也确实是灵性比较高。然后第三个有可能是在讲说你很喜欢这种水下的活动，比方说浮潜啊、潜水啊、游泳啊，然后去海边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会是一种跟水的活动相关的一个兴趣爱好啦哈。好，那再来还有什么特质？我们来看一下。来，吸血鬼对于危险关系的觉察，并把握机会从中跳脱出来。好，还有什么？好，他说，这个人可以看出，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像是在讲什么？他是说你身上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专长，是在说你可以很容易的看出这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说白一点就这样，我们讲的如此坦白，就是你很容易的知道这个人的本质是什么？他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他看起来讲话是想要表达他的一个好的形象，但你知道他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要取得大家的同意，可能是要博得大家的眼球，可能是要争得大家的好感，但他事实上并不是真心的哈。那你可以知道那个事实上不是真心的这一 part， 那你也会知道他是因为这一 part 而去说出前面或者是演出前面这些戏，这是你很强大的一个特质在。因为这个特质我觉得还是有点稍微会牵涉到我们说的你以前面对小时候或者是你的原生家庭面对到的那些人，而导致了你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某种程度的训练，然后会让你很容易的辨别人。
也就是所谓的世人数啦。那我觉得这个世人数，其实他们在讲说，你其实还看起来其实是还蛮准的，因为你很容易看到幻影。幻影是在说什么？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个人他在做他的人设，这个人他不是那么的真诚，只是他要扮演，他要表现出他这个样子，可能连这个人自己都不知道他在扮演这个人设，或是连他在戴面具，他可能是没有意识的，可是你会知道哈。那或者我觉得你常会不小心的看清很多人，我觉得比较像是一种看清人的一个状态了啊。这其实是一个很强大的一种天分哈，因为它至少可以让你闪过很多的灾难跟地雷嘛，跟莫名其妙的一些奇怪的事情哈，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天分，请你好好用它。那你要不要让别人知道，你自己决定。但是我觉得你不一定会让别人知道，就是一种默默的观察跟一种默默的知道。那你会知道如何趋吉避凶。我知道这个 sales 啊，我知道这个业务他常常会夸饰，他常常会这个把黑的讲成白的，他常常会把那个没有讲成有。那我就尽可能不要跟这个业务有所合作。我觉得你会知道这个东西，然后让你怎么样去闪避一些灾祸啦哈，这大概是有这样子一个感觉，这是你很强大的部分。还有什么？来，复仇者能够衡量正义天平，从事除强扶弱哈。对，来，我们感觉到你的正义感非常的强大。来，我们刚刚有感觉到这边吗？你一直有一种这种天平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你的内在，我不知道你身上有没有天秤座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星盘中有没有天秤座，但是你整个思维模式或者是你想事情的这个东西，确实一直有一种很像在衡量或者是天平的这种感觉。那我们为什么会怀疑你有天秤座？因为基本上只要星盘里面有天秤座的人，基本上就会有这种思考的一个倾向啊。那所以我可以理解，好不好？好，非常非常可以理解哦。那这个东西好的部分我们再说了，你会很权衡利弊，你看事情非常清楚，你判断事情非常清楚，而且你是真的一丝一毫哈，一丁一点哈，这摆那个筹码哈，要怎么样去摆比较平衡，怎么样去做比较对这样子。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它就会导致了一种，因为你本来就是在追求平衡这件事情，所以它就会导致了一个结果是什么？你很在意公平正义。然后这里是1018，那为什么也会在意公平正义？再加上对不对？那个权势的那张牌，对，因为你一定是被一些人用一些不是很好方式对待过，所以其实你是可以感受到那种，不管是被压迫的，不管是被压迫、被瞧不起，然后被怎么样、被扭曲、被怎么样的一个不正常的一个对待，或者是不被尊重的对待的这样子一个痛苦哈，所以它会养成你的一种我们所谓的比较抗衡不公平的事情的这样子的一种个性啦哈。那他们没有说不好，他们就说你就是那个锄强扶弱这样子哦，我觉得很棒，好不好？这是一个你很重要的一个特质，以及呢，然后我们来提到哈，看起来似乎是跟灵性方面有关系的，从这边可以看到，来。这张牌会老是会让我感觉到比较真的是比较偏向心灵层面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看他在一个森林当中，他在这个夜晚的森林当中，然后他就看见了这些萤火虫，所以他会让我们有一种很奇妙的一种平静感，心灵上的一种平静感。然后呢，他又提到了确实是在灵性层面，他在讲悉达多，悉达多在第二组的牌也有出现，大家看你要不要回去看一下第二组，参考一下也可以哈。那悉达多是谁？悉达多乔达摩就是释迦牟尼佛哈。这是他这个身为王子的这样子的一个名字啦。那他之后开悟了之后，他就变成释迦牟尼佛嘛，就是变成佛陀这样。好，那所以呢，我们感觉到其实在你会有一种我们说的一种奇妙的成熟感，就是老成感。那你的，即便你现在哈，假设你现在可能是一个40岁的人，可是你讲出来的话会很像60岁，或者是70岁，或者是你的东西其实是非常的深沉且成熟的一个看事情的一个方式，或者是态度哈。那我觉得你会默默的往这个方面去走，就是我们所谓的形而上学，不管是灵性的成长，还是宗教的部分，还是对于自我的要求，你会慢慢的会有点像是让自己去脱离一个，或者是在寻求自己的一个认为是对的一些处事的方式，然后或者是一些原则，或者一些信念或理想，我觉得会比较偏向于是一种你这个现世的人，可能真的要到很老的时候，我们所谓的50知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去追求的这个东西，你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你就开始走向这条路哈。会有这种老灵魂的老成感，然后呢，对于这个祈祷哈，是有在祈祷的，或者是有在祷告的。那这个东西有可能是你真的有信仰，或者是真的没有信仰。
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因为有些人他会习惯性的祈祷或者习惯性的祷告，他自己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被宗教的一个影响，我觉得不一定，这是一种习惯。那这习惯好不好？我觉得其实还不错哈。其实灵性的世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类似神明或者是守护团队，好了，他们其实也是蛮希望你们可以好好跟他们这个提出一些求救。有些时候就不要自己硬撑，因为你们这组人很容易自己硬撑哦。来，我们来看到哦。来，就这样哈，就这样哈，非常的容易自己硬撑，然后你就觉得没关系，我还吃得下，我还背得了哈，结果不行的，好不好？其实已经背不了了，但是你就觉得你还可以啊。讲的是1333，刚刚有一个1313，好，然后他就说，如果可以的话，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哈，你都可以主动去祈祷，或者是主动的跟神明寻求一些帮助，我觉得是可以的。那以前我都会觉得不好意思，我就会觉得说，我自己可以做到，我就先做。我如果不要跟他们求救，就先不要求救。然后，所以到后来他们就跟我说，拜托，你需要帮助的时候，请你讲一下，好不好？不要自己硬撑哦。所以我会发现这个祈祷这件事情非常的神奇。且有效果是在我出国的时候，因为我说我有些时候就一个人出国嘛，独旅嘛。那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时候，或者是你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真的只能够跟这种无形的力量求救。然后我就发现很神奇，我上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有一些愿望。我在前一天，我就会跟他们说，我就说，请帮助我找到一个邮局，让我可以把我的明信片寄出去，或者是请帮助我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物理治疗师，让我的腰不要那么痛，或者是请帮助我怎么样的。那我在前一天晚上，我也不是很刻意的，我只是就想说啊，希望这个问题可以解决，这样我就在心里只是想这件事情，然后就跟他们提一下而已。然后这也是1444，结果隔天都会以一些非常神奇的方式，然后让我完成我前一天跟他们许愿的这样子的一个祈求啦哈，我就觉得很神奇。然后那个我才发现到原来其实真的可以跟他们讲，因为他们如果可以帮你，他们就会帮你；如果没办法不行的话，那他们也没办法做到。可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的话，你还是要自己硬撑的话，我觉得啦，有些时候还是相信他们，也不一定会比较不好。但有些人会觉得说，干嘛一定要找别人帮助，我自己来不行吗？因为有些时候你就是没办法自己来啊，对不对？有些时候来，我问你。我那时候真的非常严重哦，我那时候就腰很痛到一种我走每一步都是一种闪电感，这样雷击感的感觉，那我真的快崩溃。然后因为我住的饭店刚好是在生田神社，在神户那边的旁边。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摇琴哦，就是我是一个我的心念直接通到隔壁的这个生田神社，然后就说拜托，请生田神社的大神，请帮助我找到一个很好的物理治疗师哈，让我稍微就可以去处理一下我的那个腰的问题，因为那天那个好像才是我第3天还第4天的行程，我那时候要走10天。我就觉得说不行，现在是在逼我马上买机票回来了吗？然后就觉得不行，我后面全部东西都塞好了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们求救，我就在滑手机的时候，就跑出了一些选项这样，然后就偏偏有一个选项，他竟然在我许愿之后，好像半小时就开了。然后呢，而且走很近，走路非常近，好像在15分钟以内，还是10到15分钟以内这样子。然后我真的去看了之后啊，我才发现更神奇的是，那个医生竟然，应该不能说是医生，物理治疗师，他是有办法说英文的，他是有办法跟你沟通的。因为在日本，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找到这样子的哈，而且很多人是不接外国人的这种 case 的。然后我还用 Google 翻译就打了一篇，然后跟他解释一下这样，然后他就说 OK no problem 这样子，然后就很感谢生田神社的大神们这样子。后来隔天我腰比较好的时候，我就赶快去跟他们谢这样。然后就觉得很神奇，然后我也想跟大家说，其实我们每一个灵魂进入到物质世界或者是转生的时候，那他们为了要帮助我们，第一个就是完成我们一些比较小的愿望，或者是那个让我们的人生使命或者是人生之路不要偏离哈，所以他们通常都会派至少2个天使会进来帮助我们。那他们就是在帮我们做这样子很简单的这2个方向了，那当然有可能做更多的啦。所以其实呢，如果可以寻求帮助的时候，当然还是寻求帮助，我觉得也可以哈。你就相信他们做得到，他们就做得到；做不到就 I'm sorry 这样子。那我之前有做过2个个章，我觉得实在太神奇了。他把我所有的牌，因为我们会用很多副牌，他们那2个人就把我所有的牌
的所有跟天使说，请跟天使求救，或者是天使想要跟你说话，或者什么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牌，全部都抽出来。我就说天啊，你到底有多硬撑？你的守护团队说可以跟他们求救，你为什么都不跟他们求救？然后他就回信给我，他说因为我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怎么样的。他说我真的来找你做，真的是太好了，让我终于知道我可以好好的跟他们求救，不用觉得心不安，或者是觉得很惭愧，或者是什么的哈。好，那所以呢，我们觉得你们这一组人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个性在哈，就是真的会跟神明讲一些话啊，或者是真的会跟你信仰的这一切讲一些话，有可能是你的高文的守护神，然后都可以，好不好？然后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以尝试跟他们沟通一下。然后呢，还有什么提到龙真是超酷的他说你有龙的守护你们今天这3组的人都有抽到类似神明或者是这个看不见力量的一个守护，我觉得非常的棒。你看，我们其实真的我们都是有被好好的保护着，我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去好好感谢一下这样子我们所谓的无形的力量真的有真的有的然后所以你的很特别，你的是龙你的是龙神直接过来太帅了。我们来看还有一个特质是什么？富翁，能主动创造事物的价值，感觉身心上的满足。他在说呢，你会有一种身心灵的一种丰富感，一种厚度的一个感觉，非常的丰厚厚实。那第一个能量，我觉得是说，我们感觉到你在追求的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的普遍大众化。怎么说呢？就比方说最近在流行什么好了，然后你就觉得没有啊，我明明就觉得这个裤子、这个衣服、这个鞋子很丑，这款式很丑，为什么大家都要穿这个？然后你就还是会尽可能的去追求你觉得好看的东西，或者是你会坚持你觉得是对的那个东西这是你很有趣的这个部分。所以你的满足感并不是来自于一般人的满足，比方说一般人他可能觉得我可能赚到很多钱，我的月薪可能要到10万我才会满足，然后你就觉得说不用啊，我月薪有个4-5万，可是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我每天我都还是可以吃到我想吃的，我都还是可以买到我想看的书，我觉得这样就够了然后可是所以你的满足感是非常的，我觉得确实会有一点偏向于灵性的这个世界，就是你的这个欲望似乎不高，可是你还是有欲望，可是你的欲望非常的有个性这个我有点难去解释，就是说你的欲望是非常的有个性的一个感觉在讲，这也是2022。好，然后这是你还是会去主动追求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比方说像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很喜欢买古着，对不对？这是从这个美国、日本转进来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潮那我觉得也很棒啊，大家都会就是用自己的一个方式去穿出自己的一个穿衣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我觉得非常棒。我那天在看什么？我那天在看莫彩希他们去找一个 Adam 的一个好朋友那他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百万富翁啦不过以台湾大概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算是千万富翁或亿万富翁之类的这样子一个层级的人，然后他们就是去买了一块地自己盖房子，然后所以那个人他还会自己盖一些小东西我就觉得很酷，因为他自己是有公司的人，然后他太太更酷，他太太是他们以前都是律师这样，然后他太太是只去二手店买衣服，然后这也是2111跟2112，可是他只去二手店，他也不是买名牌的衣服，他说我从来就不穿名牌的衣服这样，可是他的每一件衣服都超有个性讲到这也是2121，因为他们有去看他的衣柜，然后就觉得哇塞太帅了这就是我的这个目标。我很希望可以跟他一样就是说他没有在追求我们所谓的俗世的价值，我一定要穿到什么牌子，我一定要怎么样，而是说我要去穿出我的特色，或者是我觉得这件衣服很有特色，我想要把它的特色穿出来，所以他的衣服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牌子的，然后他就说什么，他就举了几件衣服，他说哎呀这件才5块5块美金，或者是这件才8块美金之类的，可是你就觉得哇这人好有想法然后他穿出来的这个穿衣风格非常非常的有个性，我就觉得实在太帅了。然后这也是2202，那你就有点像这种人，也就是说你会去达到你自己内在的这个目标去满足这个目标对，还有那个太太就说他跟他先生就是他们两个都是很有钱的人，然后他就说他们的兴趣爱好，他就说他们好像下礼拜要去西雅图还是什么哪一个城市之类的，我有点忘记。然后这是2220跟2222，他就说他们很努力要去逛那个二手商店，我就觉得实在太可爱了然后他们就说有可能是好像是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要去逛那个二手商店才去那个城市的这样。然后就觉得非常的酷，因为他们想要去二手商店挖宝，所以你就会像是这样子的人。所以其实你的
内在的那种强烈的满足感，或者是这种富裕感，我们所谓的心灵富裕的这种感觉，其实是蛮特殊的一个状态哈，就是说你会用你自己的一个方式而去完成它，而去达到它，然后也不会因为外界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外界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而让你真的就去追求外界的普遍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我觉得不是。然后你会自然有一种奇妙的这种富裕感，我觉得非常棒，好不好？就是一种很富裕、很丰盛、很富足的一个感觉啦。好，那如果我们硬要讲物质的层面的话，我觉得是有，可是基本上你们这一组人也似乎没有这么的强烈的说，哎，我一定要听到我有物质层面的这个丰盛。哎，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很 OK。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好像也觉得还好，因为对你而言，讲到这个233跟2333，心灵上的这个灵性的层面的丰富度以及丰盛度，似乎是你比较在意的部分。然后，好，那大致上是这样子。来，我们来帮你抽小伙伴哈。来，小伙伴，诶，在哪里？那你的小伙伴呢？更正，我们的小伙伴呢，目前有1050个哈。然后我上周还前几天就加了3个进去。来，我们帮第3组的大家抽这个小伙伴，谢谢大家。来，哎呦，对不起哦，来，谢谢。嘿咻，好了，这里是给你。再给你一把，好，来，谢谢，嘿咻，第3组。好，来，我帮你有没有结束班？那边手，没有。好，来，帮你捡的小伙伴来开始。来，他们就说你身上有一种很强大的一种包容感我觉得很棒来好。他一直在讲说，好像类似在讲宽容跟包容这种感觉，因为你又有这个释迦跟着他不是释迦牟尼佛，是弥勒佛的守护，因为弥勒佛有2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嘛。一个在讲什么大度能容天下事就是说这个人是很宽容的。然后第2个是在说笑口常开。可是呢，光是这3张小伙伴呢，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讲到这里是2727，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宽广的人，也就是在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会让你觉得不爽，或者会让你觉得不顺眼，或者是什么的。你似乎有一种很强烈的同感、共感、同理心，你是可以理解别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即便你自己会觉得不舒服，但是你是可以理解他的我觉得你实在太神奇了，天啊，哇，好可爱我很喜欢你这个个性那这是你很强大的一个特质啦都好好珍惜它好吗？然后还有就是有这个弥勒佛的这个守护，还有呢，你其实是一个很多爱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有读到你一个能量嘛，对不对？就会有一种公平正义来。你会去很努力的去帮别人，我觉得你自己倒还好，你对你自己倒还好，因为你遇到一些不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会是一种你知道吃苦当吃补这个是你比较像是你自己遇到这样子一个状况的时候，或者是你就觉得算了，我不要跟他计较没有关系就是这种算了的感觉。然后呢，或者是想尽办法会处理它，去解决它的感觉。然后这也是2828，可是你在让别人看到，跟着你在别人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你就会想尽办法去帮他争取这个公平正义，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你就跳进去了。那你这是你很非常的我觉得是有点像是很热爱这个世间，或者是很热爱世人的这种大爱感啦然后呢，还有什么？北极熊在讲说你也喜欢动物这件事情，然后你还得到了2个熊猫，超可爱，是有点小懒惰是不是？被我们发现然后
这边是在说呢，来我们来看到，来你有经历过这个爬山的过程，代表有经历过一些痛苦、比较困顿的一个时期。然后可是呢，你很酷的是什么？你有这种铁桥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就会有一种好，我吃苦当吃补，我不是不能解决，我只是现在比较难解决，或者是我只是要去想尽办法，或者是比较辛苦的解决。但是这件事情不是不能解决的，所以你看你很酷诶。人家遇到河遇到海过不去，然后就放弃坐在岸边，对不对？发呆。你想说，哎呦，那我来找一下周围有什么样的材料，我来做这个桥，我自己盖过去。那你盖过去之后呢？你这个桥还可以让别人盖，还可以让别人走过去，而且这个桥还非常的稳固，是铁桥哦，还不是那种所有那个一般烂烂的那种小木桥，还不是这种人。所以呢，你看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会养成了你像什么哆啦 A 梦一样厉害哈，这个肚子随便就可以掏出某个神秘的这样子一个道具，然后怎么样就可以做到，怎么样就可以完成，怎么样就可以克服它。所以其实你的精神状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精神状态。你不一定会觉得你很坚强，这就是很有趣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你经历过这些东西，当你在跟别人表述的时候，你讲出来你的故事的时候，人家就会说：“天哪，你还好吗？”就很想抱你，或者就会跟你说：“天哪，你实在太伟大了啊！你怎么有办法撑过什么什么之类的？”你那一刻你才会意识到，哦，原来我撑过这些事情，好像还蛮厉害的。好，你从来就没有觉得自己厉害过，这是你很有趣的地方。讲到这里是3033哈，所以你的个性是一直会向前走，你不会因为这个山过不去，这个山很难爬，这个海过不去，这个河很大什么之类的，你就不去走，不是哦，你就会想尽办法往前走。然后呢，你的个性或者是你这整个人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不断的克服难关，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然后就是来一个东西你就处理一个，来一个就处理一个，来一个就处理一个这样子，所以它会养成了你变成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不断的在进化，不断的在进步的一个人，我觉得非常的酷哈。那这个东西不断的在进化，不断的在进步，到最后你很成熟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这个成熟就是心智上的成熟，整个状态的成熟。比方说，我现在真的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了，我现在真的有一定的能力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你就会去成为一个，你会想要去成为一个你想要成为的人。比方说，你可能真的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了，可是你愿意放下这些，你愿意捐掉这些钱，你愿意再去一个新的人生，或者是你愿意出家，或者是你愿意什么样的，你会去做出一个也许会让大家会觉得哇天哪妈呀，他怎么会选择这条路？可是这条路或者是这个选择是你真的内心觉得十分满足，而且你想要去做到的事。好，然后这边还有提到，这边有提到一个在讲说气质哈，第一个能量他在讲气质，第二个呢是在讲说有一个气质的女生在你的人生中扮演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角色。好，然后还有什么来着？这个可能有猫奴的一个状况哈，就是说家里可能有养猫的，以及呢这有这个打鼓的，可能想要学打鼓，还有在讲什么？有在听音乐哈，有在听这个摇滚音乐啊，或者是你有自己追求的歌手啊、乐团啊、band 啊之类的哈，都可以哦。还有呢，会有一种疗愈者的一个能量。我觉得你的疗愈者比较像是一种心灵导师。不是真的这种帮别人治疗疾病，可能真的有啦哈，但是你会偏向于是一种心灵导师，或者是学长学姐，或者是分享你的人生经验，让别人从你的人生经验去得到一些东西，去克服掉他自己的人生的一些状况的一个部分哈。我觉得比较偏向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哈，有点像什么？那叫什么 ？Life Coach， 就是人生教练的这种感觉。好，然后还有什么？来，这在讲说寿司哈，寿司宝宝，还有呢这种莓果类的蛋糕，说你喜欢吃的东西啦，以及呢养乐多哈，多多系列，还有什么？有可能会自己很喜欢煮饭，或者是对烹饪哈料理有兴趣的人。然后这是在说小小的改变。那我不知道你到底要去改变什么东西，但是有可能是你现在身上你会觉得，哎呀，我有个小习惯，我可能要改掉；我有个坏习惯，我可能要改掉。我现在想要戒烟或者什么的，这有点像是一种自主性的一个发现。然后这是222。我觉得我可能不能再这样下去。我想要，比方说，我现在觉得我是一个很懦弱的人，我要如何让我变得更勇敢、更坚强？那我就逼迫我自己去参加一些可能人群很多的活动。我要站在台上的活动，诸如此类的。我觉得他的这个东西是有带着一些主动性，且想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或者是趋向于你自己。对于你自己的一个设定的一个形象，或者想要成为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形象的一个状态啦。好，然后2个是鹿的牌，鹿在讲神的使者嘛，所以我们有感觉到是有神在守护你哈。那也是非常的鼓励，你可以跟他们
祈祷许愿，我觉得都可以，好不好？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然后，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好意思，那你就跟着付出啊，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你有受到神的帮助，那你就也去付出一些东西去帮助别人嘛，这就是一个善的循环所以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好，那我们就让它有一个善的循环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看有什么样的这边在讲所有爱你的人，亲情、友情、爱情。来，名字有个 Q， 然后呢名字有个 C， 以及呢名字有个 B， 或者是呢血型是 B 型。讲到这里333，还有什么？来，会有一个远端的一个人，是一个男生那就是不知道你们是在爱情上还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啊？可能是你的兄弟，然后或者是你弟弟可能现在在美国念书或者是什么，就是一种好像你们比较久才会见到一次面的一个人。然后来属老虎的。他长得比较高大，非常可爱会有这种忠厚老实的属老虎的感觉，以及呢属老虎的，然后很喜欢花，然后呢属猪的，然后他腮红脸上面脸红红，不管是喝酒还是平常晒个太阳就脸红红，还有他文笔很好，或者他是一个文字工作者，以及很喜欢黄色，或者是一个很乐天的人。还有什么属马的？好，然后再来呢？我们来看这是在讲梦想牌。梦想牌通常都还是会表达的是说，如果你可以去追求你的想要的事情，或者是想要的梦想，或者是想要追求的某个东西啦都非常鼓励你可以去追求。好，然后我觉得很有趣，这边在说什么 good time 是在说有这个好时间，好时间就是在讲说有好事会发生嘛。然后没错，来好事发生真的会有，而且会让你跌破眼镜的好事。你看，你是如此的吃惊的好事情，讲到这里是444，实在太神奇了。还有什么？如果你可以去许愿，就去许个愿所以他们才说，你不要觉得祈请跟他们这个祈祷啊，或者是许愿啊是一个很不好意思的事情。我倒觉得还好，他们就说，你可以祈祷，你该请求的时候，请你请求，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反正该烦恼的是他们，要不要做到，能够做到怎么样是该烦恼的是他们。然后，如果你真的收到了他们的回应，或者是收到了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帮助的时候，那你就再让这样子的一个好事去把它循环下去嘛，对不对？比方说，你真的追到了一个你很喜欢的女生，好，那你就去捐个款就去当个志工，或者是当个什么样的，很简单，就是让这个好事情继续转下去就可以了不要有这么大的一个压力，好吗？然后呢，干嘛你也想要去坐船，是不是？你会有一种，你都一直让我们有一种很奇妙、一种很可爱的自由感。我希望啦那你这个自由感是来自于，我觉得是一种心灵上的一个舒适度，或者是心灵上知道的一种。知道自己想要干嘛，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一种满足度然后会是一种我觉得非常是一种心灵上的一个富足的一个概念。然后还有就是你会想尽办法，或者是你想要去追求你想要的一些目标这是它是一个非常在强调一个自由的一个概念我觉得都很好。那如果你觉得你真的做不到，或者是你觉得怎么样的话，我倒觉得还好，我觉得其实是有蛮大的可能性可以去追求的因为你毕竟还是有出现这个梦想牌。好，那大致上呢，你们今天第3组的大家呢，我们就帮你解牌解到这边，然后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想要来找我做个人占卜的话可以来看一下影片的说明栏了，找我做个人占卜。反正我们是至少60分钟，然后 1080p 的这个解析度的高清的一个影片会给你。然后呢，都欢迎大家喜欢我的话，就欢迎大家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也可以去听听我的 podcast 人生课题的小小破解法，然后 Healing Space 一拿都还是有我的一些奇思妙想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啦，不管是我 podcast 的部分，还是今天这一集的部分，都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然后中华没关税，好，那今天就讲到这边，然后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等一下我要等你们这边是0707，那就这样，拜拜。